提到新疆，你会想到什么？是库尔班大叔，是阿凡提，或者是卖羊肉串的大叔，一开口就是囊言文。哎，朋友，羊肉串嘛，要不要？还是古力娜扎、迪丽热巴这样的西域美女，能歌善舞，梳着长长的辫子，甚至还有个说法：3步一热巴，5步一娜扎。但当你真的来到新疆，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刻板印象全会被打破。现在的新疆就是内地。大家好，我是阿让，我现在是在新疆的和田博物馆，身后就是那个著名的5星出东方利中国。阿然戏剧记来到了西域新疆。即使我已经去过了4次新疆，还在新疆旅居过，但是现在的新疆还是超出想象。00后、05后的新疆年轻人普通话说的比湖南人、福建人还好。这个建筑什么时候建的？就是我爸爸自己建的。啊，90年代建的。哦，我在刹车认识的维族妹妹皮皮虾，刚刚通过普通话2级乙等的考试。我小年纪就一把年纪了，出了学校就白白的，进了学校就黄黄的，我也不知道为啥。现在内地实行的电视剧、综艺节目，新疆00后、05后也一个不落。我在喀什那天刚好跑男在喀什古城录制，汉族女孩、维族女孩都在追星，我愣是没挤进去。而且现在的新疆00后、05后啊，这些新疆年轻人基本上已经不信伊斯兰教了。甚至于我在喀什技师学院时，维族妹妹阿莎还跟我吐槽了一些维族老阿姨封建。这短裤也不能穿，啥都不能干。不是，等一下，能穿是我们自由吧？啊。然后他说没有家教。妈妈教你的。对不起。你以后怎么嫁人啊？说我不结婚，我要挣很多钱，不考虑结婚。他说。你妈妈生你下来是什么？干什么的？啊，这太封建了。不结婚不生孩子，你这辈子还想干嘛啊？跟男朋友同居也不行。对，跟他说的未来的那个理想型，说以后要是谈恋爱了可能会同居什么的。说长大后，他说你要是个人就不会这样干。我天哪，太封建了。或许有人会说啊，阿然，你说新疆年轻人不信教了，可是我认识的新疆年轻人还是不吃猪肉的呀。这个问题啊，我还专门采访了新疆05后，他们跟我说啊，不吃猪肉不是教义，是我们维吾尔族的民族习俗，就像蒙古族不吃马肉一样。我们新疆人还喝酒呢，那伊斯兰教不还禁酒的吗？是啊，我们刚喝了，今天休息。啊，休息，所以到这边喝酒，看看风景。看看风景啊。还挺风景好吗？挺好看的。那边还有雪山呢，你看。哦，还有大雁，是吧？而且啊，您一定想不到，现在新疆大饭店里吃到的红烧肉、回锅肉就有维族大厨掌勺。不信，您看看这中餐8大菜系，再看看这维族新东方啊，烹饪系啊，这可是喀什技师学院最火的课，我还专门打听了一下，当上大厨月入过万。而第2火的课，您可能也想不到，是茶艺课。泡茶。哦，他有作业本啊，还有考试呢。如果您去了新疆，那么您就会听到新疆年轻人说我们不是穆斯林。如果您没去过新疆，那么您在网上冲浪时，应该也会刷到新疆年轻人说我们不是穆斯林。现在的新疆00后、05后真的很开放，即使是同居这样的话题也不回避，并且他们认为婚前就该同居，而不是相一次亲就结婚，那太可怕了。自由恋爱也不再受地域民族的局限。我在格鲁吉亚认识的汉族朋友就交了维族女朋友，每个月花2500块钱打飞的从杭州飞乌鲁木齐，为了爱情。而维族妹妹皮皮虾的表姐也嫁去了内地啊，老公是汉族。我想讲到这儿啊，一定就有朋友要问了，那新疆年轻人为什么不信伊斯兰教了呢？当然也得说明啊，这个不信啊是主流现象，也有信的，比如我的00后塔吉克族朋友哈尼，他就是世俗化的穆斯林。
西方说的什么宗教限制啊，纯属是抹黑造谣、厚颜无耻。新疆各族都有信仰自由，自由的信，当然也可以自由的不信。就像这位塔吉克族 UP 主所说，自己选择的才叫信仰，与生俱来的那叫枷锁。新疆大部分年轻人对宗教信仰不是特别看重。这里也补充一个知识点啊，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穆斯林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穆斯林，那这是宗教自由吗？新疆00后、05后为什么不信伊斯兰教？我们简单说呀，就和伊朗的大学生不信伊斯兰教一个道理。咱们就不妨来看一看伊朗。如果您看过我之前的纪录片《波斯的倒影》，那么就会知道，伊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宗教社会，甚至还想着向中国传教。分析人几次的政治机密，你们好，我朋友们啊，伊斯兰教的什叶派，我自己就碰到过啊。在伊朗，法律强制戴西甲布，全国禁酒禁猪肉。如果您带猪肉进伊朗，那是肯定要被关小黑屋的。去过伊朗的，没有人会否认，伊朗很神棍。哈梅内伊的法统就是伊斯兰教的12伊玛目派啊，所谓的法纪和监护嘛。但是去过伊朗的朋友也会发现，德黑兰、施拉子的城市年轻人，尤其是00后、05后大学生们，压根儿就不信伊斯兰教。甚至伊朗大学里啊，最火的是佛教和苏菲神秘主义。外国人通常啊是进不了伊朗的大学的啊，但是我啊比较头铁，然后我就闯进去了。刚进去就有人在跟我们聊佛学、聊道家。诶，有视频为证哦。All of you are beautiful girls, yeah. Nice, thank you. 我们是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之下进入了施拉子大学，而事实上游客是不能进入施拉子大学的，因为昨天我们就来的时候需要填申请，各种各样的申请，非常的复杂。但是因为我们跟在女生的后面，那个什么漂亮女孩怎么说 ？Not north， 对，跟着大学女生的后面，然后进入了学校。但进入学校之后，就是很多热情的大学生们在跟我们聊天。啊，中国加油！哇，酷！少林哦 ，OK，can you？ 哇哦，哇哦！气功？护功？气功？哦，气功，哇，酷 ！Can you? No, but I read a lot about it. Yeah, you know. Wow. On YouTube or? Yeah, there's a. On YouTube? A half Chinese, half German person. Anton. Okay. Yeah. Wow. Wow, cool, really cool. Wow. Tells us a lot about culture. 我去，碰到了一个小哥，然后跟我们说他在练气功，是一个对东方哲学充满了兴趣的小哥。What are you talking? We're not Japan. We're from China. Yeah. 안녕하세요. 저는 마란이라고 합니다. 저는 이란 사람이고, 저는 학생입니다. 테헤란에 살고 있습니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老干妈 ，Dusi。哦，这个人穿了个日本国旗。你应该不难看出啊，相比于伊斯兰教，伊朗年轻人更青睐东方哲学，尤其是中日韩。那么，伊朗年轻人为什么不信教呢？甚至在2022年，伊朗还爆发了头巾革命。有人说这是伊朗年轻人对于宗教强制的逆反。谁想天天被道德警察盯着？谁想天天戴头巾呢？那也有人说这是伊朗神权政府失了民心，通货膨胀、教士腐化、无脑的赢血啊，雅利安赢血，哪里还有什么神圣性啊？还有人说啊，这是伊斯兰价值的崩溃。说是革命，但到头来只制造了贫穷和混乱。黎巴嫩的真主党哈马斯全是臭名昭著，砸了无数人力物力搞出来的什叶派之湖，最后呢，一夜崩溃。也不怪中国网友说啊，您搞成这样，您让伊朗年轻人怎么信伊斯兰教救伊朗？那以上的这3个说法当然都有道理啊，但是我在波斯的倒影中也特别说过，伊朗年轻人不信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因还是2个字：信息开放。当伊朗的95后、00后在信息革命的洪流中看到了外部世界，他们还想留在这个伊斯兰版的《楚门的世界》吗？我在德黑兰时就遇到了一群老友记的粉丝，他们所向往的就是纽约的那种自由的生活。Can we have the photo? Yeah, sure. Thank you so much.
Can smile. It's just like Jenny, right? Watch Friends all the time. Oh my god. Thank you. 在 Telegram 等 App 上，伊朗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和现实伊朗迥异的二次元伊朗。在那里，年轻人穿衣自由、恋爱自由、观点表达自由，这个世俗的二次元伊朗击溃了那个三次元的现实伊朗。现在伊朗有超过一半人口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出生的，他们没有看到清真的真，但却看到了神权的伪。宗教领袖台上是道貌岸然，但台下却是腐化堕落。他们没有看到世俗化的恶，但却看到了世俗化的自由。就像这张对比图，巴黎维王朝的女人可以穿超短裙，但是现在的伊朗女人却是黑袍加身。这从本质上也是另一个角度的信息开放。我们回头再来看新疆，新疆年轻人为什么不信教了？也是这两个字：信息开放。5年前，我在新疆伊犁旅居，还交了一个95后的维吾尔族前女友。当时我的维族前女友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她的父母更是不会讲普通话。而且5年前的伊宁早就已经有了现代的 shopping mall 啊，伊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但是我的维族前女友却从来没有去过，她只去过巴扎。伊宁早就开了海鲜自助，但她却从来没有吃过海鲜，以至于一口芥末哭了20分钟。这就是信息屏障。当父母把子女关闭在封闭的维族社群中，他又如何能够看到世界呢？我和维族前女友最后的分手也是因为这个封闭的社区。但是5年后，我再来新疆，刚到刹车，在出租车上就被一位维族大姐科普，我们维族社区有国通语夜校，每周都有课。现在新疆人的普通话说的老好了。啊，泽普县过去泽普啊，泽普县现在也很好啊，金湖阳那个地方泽普的挺大的，我跟你说，全世界泽普就是最大的金湖阳。哎，男人嘛就这样，想玩就玩，但是女人不一样。为什么女人不一样？女人想玩就玩吗？哎，不一样。这边不行啊，这边也行啊，差不多了。基础就不行吗？以前不一样，但是现在也已经发展了，所有人的思想已经改变了。维语你没有学会吗？维语，学了一点点，yakshi吗？对不对？yakshi什么？yakshi miss。对 ，yakshi miss。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是维族的。Oh my god! Oh my god! 但是我没有好好学。但是现在不用学了吧？现在所有的农民都知道国语啊？是吧？对呀，每天晚上有艺校，农民去培训的那个点儿，在哪儿？哎，每个社区、每个大队都有。哎呀，我也去学。那有没有？你去学啥？他们学国语呢。那学维语没有夜校吗？维语，他们都是维族人。哦，对，我就说汉族要想学维语。汉族不学，汉族啥都不学。哎呀，对，我就说我想去找个夜校去学学维语。真的。有培训店，但是你没时间。拍一拍。这是我到刹车。Hello。哎，怎么称呼你？啊？怎么称呼你？兰亭酒店是吧？是兰亭酒店。啊，对，兰亭酒店。啊，宝藏小城，这是啥？看看，这好像是一个摊儿。这个摊儿，哇，好新疆啊！来，哦，看看，这好像风有点太大了。吃大的里面做吃嘛。啊，那边里边能坐的是吧？哦，真的，对于，哎呦，刹车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好。刹车第一印象非常的好，哎呦，我去，把我吹的，已经吹得我找着北了已经。有风好大，哇！你看这个风有多大？这风太大了，把这个招牌都给吹掉了。00后、05后的新疆年轻人普通话完全没有口音，新疆小朋友在下学路上还在背古诗。再加上这5年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新媒体的爆发，那个无形的信息之墙冲开了。新疆年轻人看得到内地最新的剧，玩最新的梗。我见到皮皮虾时啊，他正在 N 刷《甄嬛传》，是 N 刷《甄嬛传》哦。身后的妹妹在看《甄嬛传》，所以我刚好可以听《甄嬛传》。新疆年轻人也看得到阿富汗人，尤其是阿富汗女性，在伊斯兰教法下可怕的生活。
连露脸权也没有。新疆年轻人还看到了伊朗的头巾革命，看到了伊朗神权所带来的绝望的贫困。而反观我们的新疆，我上一次去新疆到我这次去新疆中间5年，这5年却是翻天覆地。就说西南边境的塔什库尔干县，也就是塔县，现在居然有了塔漂。请特别注意啊，不是北漂，也不是沪漂，而是塔漂。巴基斯坦人到塔县来做边贸，一次就能赚600-700。What's your name? Faisal Mahmood. So you come here to buy something and go back and sell them? Yeah, sell them. Yeah. Will it earn a lot of money? You buy things and then sell in Pakistan? 500 to 600 RMB in week. How about the salary in Pakistan, natives? In Pakistani rupees, 80,000 to 90,000. 80,000 to 90,000 in Pakistani currency. Minimum or maximum 1,500 in 15 days. It's hard, very hard. 喀什的维吾尔族到塔县来开出租，一个月能挣到1万多。那你好小啊，你才20岁。你的家乡？我的家乡阿克托山的。阿克托？对。哦，你就相当于在这边工作。那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多少钱？200、300，不一样的。一天2天，一天就有时200是300。对。啊。天的不一样的。昨天的200，今天我也不知道。那在这边收入怎么样呢？还可以。向右后方行驶。还可以。向右后方。一个月有1万块钱吗？对。啊，那还可以，1万块钱在新疆还不错了。300米处有违法拍照。夏天的话，1元2。啊。内地的汉族到塔县做民宿，旺季时1晚的房费就是680。你的洛阳铲。而民宿前台的塔吉克族小哥家里有100多头牦牛，价值200万。那刚才司机说家里100头牦牛的是不是你们家？是，我也是有100头牦牛。对，你同事有100头牦牛是吧？我来的时候那个司机说，你们有同事家里面有100多头牦牛。确实有。那不是很贵？那100多头牦牛得200万有没有？有。哦哎呀。我们这边主要就是对啊，小小塔县却是高原魔都。当然，最牛的塔漂啊，还是他，一个开着 N 手老破车来塔县直播的流浪者。这个好像挺有意思的，去问问。你这样一路开过来吗？哇，天哪！我网络 ID 叫大福，以后这个名字未来互联网一定会有我的位置的。不行，你要重新说一遍这个。我叫大福，1人1车1狗，未来互联网记住我这张脸，大福2个字，未来互联网40年必然有我的位置，加油！40年呢？啊，40年79了啊，干到80岁，巴菲特90岁退休呢。你狗呢？巴菲特90退休，狗跑了，狗饿跑了，狗跑了。穷嘛？什么叫穷游啊？穷到狗都跑了，狗都饿跑了。塔县的故事啊，我后头会有一期专题的节目来讲。我们站在新疆年轻人的角度去看，去内地读了书，看到了广阔的世界，又怎会自带宗教枷锁呢？所有人都向往自由。我在塔县认识的塔吉克族女孩就以自由为名。哎，我是刚才见到你的吗？哦，好巧啊！赞迪克，这叫赞迪克。向往自由。哦，向往自由的人。赞迪克。学了一个塔吉克语叫赞迪克，赞迪克就是向往自由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赞迪克。某种程度上，这是新疆版的觉醒时代。但是在这次旅行中，我又惊讶地发现，新疆年轻人的觉醒不是00后、05后才开始的，早就开始了，50年前就开始了。那是新疆上一个觉醒时代。在新疆的沙车，我见到了一位70岁的维族爷爷。听我从北京来，爷爷说他也去过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哎，您这个是？哦，党员呢？啊，党徽哦。哪地方来的？哇，北京。北京的吗？啊。yakshi。6年的吧？北京的红卫兵的代表，也不是北京去的。红卫兵的代表？代表。您66年。
66年。哦，您是代表是吗？哦，怪不得我看您现在还带着这个党徽呢。那你党龄得多长时间了？50年有没有？50年多。50年多。嗯。哦，您今年70年的。哦，70年就是党员了。70年的这个当过的嘛。哦，那您今年是多大了？今年高手啊，76岁。76岁。嗯。哦，您精神很好，精神很好。啊，真棒。沙场好。啊。沙场的牛都是地方都全的买。啊，对，刹车马上去喀什。还没去，沙场的。啊。地方多。那您是就是被接见的红卫兵吗？当时？红卫兵的，66年的。在天安门广场。就北京区的。天安门广场。哦，好厉害。天安门麦当的毛主席们的。哦，您真的看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的。刹车二手巴扎的维族奶奶义务学雷锋40多年。哎，这是什么？这你搭档吗？这是在干嘛？他是这里一个和人啊，为人民服务的，不拿工资啊，这里都给这些人帮忙办好事的，办好事的人啊，这个是啥？哦，工资也不要，钱也不要，就这里帮忙办好事的，这些都他在管着呢。哦，党员代表。他叫什么呢？我叫阿曼古里萨麦提。阿曼古里萨麦提。阿曼古里萨麦提。哦，哇，好棒！25年了。25年就在这边义务帮忙。我为党、为刹车、为人民工作。哇，太棒了！为人民服务的人。哇，我们把雷锋的精神学好。啊，雷锋精神。毛主席说过：“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哇，你普通话说好好啊！毛主席也说过，3大基地8项主义，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成功。永远走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的路。哇，好棒啊，好棒！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啊！您刚才在跟他们讲什么？不是，我给他们讲啊。他们说嘛，他们经常到医院去啊，早上100块钱买那些西药啊，头疼了吗？吃那些头疼的药啊，吃完了吗？害胃啊，对，害胃。然后就你跟他们介绍这个中药是吧？他昨天来了，在这买的呢。介绍这个药，我给他讲了，你们嘛最好冬天到了，你们买这个药，买了以后嘛。腿麻木了，把这个粘上，上火了吗？腿就好了啊。背疼了吗？腰疼了吗？就粘上，对身体有好处。给他们讲了吗？他们就天天的站到那啊，不懂。哦，就你要解释，哦，给他们翻译，他们还是不听。我把这个刹车已经管理了25年了，就这一代是吧？哦，钱是从哪来？我们这个2双手。啊，是，就是呀。我们有一句话，他们说过啊，乐劳致富积极就业，对，主动创业，用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对，这太棒了。奶奶，您的这个手是怎么了？这个红的？磨的，我们磨的东西。哦，抹的是我们磨上以后嘛，好看。哦，好看。这是风俗吗？维族的风俗。有的不是，你看到那些有的女的头发黄黄的呀，就那个东西染的。哦，这是一种药草吗？就是草染的。哦。染的，这个染上以后嘛，好看哦。奶奶也爱美，我不喜欢美，这个搞上嘛，我们跳舞跳的服装啊，好看一点。哦，明白了。我不喜欢打扮啊，我就是一般的过，但也很美，很有精神，就是精气神特别好。我都62岁了。哦，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这是完全看不出来。县长书记们来了呀，给我讲啊，阿旺哥，你今年几岁了？啊。上次夏天来了县长嘛，我说61岁了，他们不相信，是说我嘛只有30-40岁，给他们讲了，
我为了刹车，为了党，为了人民工作嘛，越活越年轻，变成一个15岁的小姑娘了。你口才太好了，您太会讲话了。我的国语字嘛就和这些字一样啊，我维字字不认识。哦，就您只能写这个汉语国语字，我没有，我从小就是上的汉语课哦。我81年毕业的。对，那个时候好像。我81年毕业了以后嘛，在王宫前面，2001年刹车线不是这种的刹车啊。那些外地的电影不要放中国的电影啊。至今每周上党课，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阿曼鼓励斯麦提，还给我上了党课。你也给我写一个字吧，写一段您最喜欢的话，可以吗？奶奶现在在给我写字。奶奶给我写的是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话永远记在我们心上。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这是首歌。毛主席的思想永远记心里。还有一个吗？啊，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哇，谢谢您。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疆年轻人不信教，不是启蒙，而是再次启蒙。新媒体的博兴推倒了信息的墙，新疆又一次同步了内地的觉醒时代。这一代信息开放的新疆人又如何会困在宗教的藩篱里？其实细想一下，我们现在对新疆年轻人不信教感到意外，不就像晚清人对5·4运动感到意外吗？孔乙己们一定也在问，汉族为什么不信礼教了？汉族人为什么不拜孔子了？汉族女人为什么不缠足了？皇帝怎么就没了？这成何体统啊？我突然意识到，当我在发问新疆年轻人为什么不信伊斯兰教时，我是否也成了一个现代的孔乙己？我是否也在用过时的眼光在打量一个正在进步的民族呢？就像我在喀什问一个维族女孩，为什么你不信教了？她反问我，为什么我要信教呢？我生来就要戴头巾，18岁就结婚，然后在家里生4、5个孩子，过这样的一生吗？我被问住了。他的话真的触动到了我，这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看到了自我，看到了个体价值，他必然逃离那个让他绝对服从的神。当一个女孩习惯了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她就不会接受再带上那块西甲布，把自己关在布卡里。新疆是新的，是我的眼光旧了。尽管只过去了5年，但这一次的新疆之行却真的让我重新认识了新疆。2008年，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坐绿皮车，坐了48个小时，从徐州到了乌鲁木齐。那时的新疆还在西部大开发，一切都是那么的落后陈旧。2025年，我又一次去新疆，只花了269块钱就飞到了和田，一路所见尽是进步、和谐、繁华和触动。全民教育、信息互联这8个字听着像一个空洞的口号，但是对于新疆这新一代人来说，是他们的5·4，他们的觉醒时代。这一路上我见到了太多新一代的新疆人，我打心眼里觉得他们真的是进步的一代，他们真的是新疆的未来。而此刻我望着乌鲁木齐的霓虹，真的忍不住感慨，现在的新疆真好，也希望新疆越来越好，也相信新一代的新疆人会让新疆越来越好。阿然西域记还在继续，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来看大好河山，大美新疆。好，下一期再见，大家拜拜。